你說川普到底是川普要先跟習近平講話，還是習近平要跟川普講話？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為什麼這件事情要找川普出來處理？顯然，習近平跟川普在上一次的會面的時候，他們針對台灣問題已經達成了某種程度的默契跟共識了。而日本莫名其妙的瞎搞事，結果呢，把原本的這個默契跟共識呢，又重新攪得一團亂。所以對川普來講，他當然必要跟習近平解釋啊，說我沒有玩兩手策略哦，高市早苗是自己自走炮，他自己搞出來的，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双方現在的外交戰場呢，已經上升到了聯合國要去告狀的一個高度了。我們來看到中國的代表傅聰呢，他已經致函联合國的秘書長古特雷斯了，他要求高市早苗你要撤回这個台灣有事論，並且指控日本呢現在這動作頻頻，是不是對中國又發出武力威脅，沒有學好過去這個軍國主義的教訓呢？那日本這邊當然也是不示弱啊，他們同樣狀告到聯合國了。來看到這個大使山崎哦，他同樣是致函給古特雷斯，就做出了反駁，說日本呢沒有要去發動武力威脅，只是在做一個被動的專守防禦被動戰略，可以說是雙邊各說各話，各有說法。那麼北京手上現在的王牌呢，我們知道依舊是這個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然而這個敵國條款究竟是一個歷史的東西，它放到現在還有沒有用？雖然說是對日本動武無需安理會的這個授權，很有想象空間，但是想先請教大宣委員啊，這張牌敵國論是虛是實？一旦出招，是真的中國就可以去打日本了嗎？我是不敢想象。但是如果真的東北亞打起來，第3次世界大戰，我真的是感覺不遠了。是所謂北京之所以要講到的敌國條款啊，不是說北京要立刻發動對日本的攻擊，它主要要提到的就是說，一旦台海發生衝突，這是中國自己的家務事。如果你日本在這個時刻你要插一腳進來，那麼我就可以有這個權利，在不告知聯合國安理會的情況之下，我就直接對你发动攻擊了。這就是他當時所引用要敵國條款的一個最主要的這個最主要要表達的意涵啊。那我覺得敵國條款它其實是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台灣有事論哦，這個北京政府所採取反制措施的組合拳裡頭一環而已啊，它並不是最主要的一拳啊。其實它中國大陸現在是打了一整套組合拳出來嘛。從第一時間我們看到要求航班取消、觀光客退訂哦，然後接下來你看到的原本要開放的水產品，現在可能全面封殺，甚至會擴大範圍，除了福島的這附近的以外哦，其他的地區都有可能全面這個切斷這個進口的可能。然後包含和牛，本來和牛的談判現在也叫停，然後包含國際間的這個中日韓3國的對談哦，就外交上的一些這個會議也全部喊停。那你更不要講說日本藝人在中國大陸的演唱會，所有的表演節目都喊停。然後你今天看到的是什麼？是軍演哦，在黃海地區不斷的在發動一波一波的軍演。所以其實中國大陸手上的工具箱還很多啊，它還有各式各樣的工具。但是坦白講，我認為這樣的組合拳就已經夠了哦。那麼現在雖然日本死鴨子嘴硬說，哎呀沒什麼了不起啦，日本觀光客不來，還有台灣觀光客。那你賭賭看嘛，你看看日本的觀光業一年有多少觀光來自台灣，有多少觀光來自於中國大陸？你看看台灣能夠補得上中國大陸的這個缺口嗎？補得上嘛？就長遠來講，日本的觀光業在這一波當中必然會遭受很大的衝擊啊。肯定。那麼只是現在日本政府死鴨子嘴硬，認為說沒有什麼關係。那你還不要講水產品啊，還不要講和牛嘞，一個是他們的養殖業這個漁業，另外一個是他們的畜牧業，這都會造成很大的衝擊哦。那你更不要講說。對中國大陸來說，他手上還有最後一張王牌，也是最重要的這張王牌。這張王牌是前2天就自己跳出來了，川普啊，川普自己就跳出來處理這件事情了。打電話了。你說川普到底是川普要先跟習近平講話，還是習近平要跟川普講話？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為什麼這件事情要找川普出來處理？顯然，習近平跟川普在上一次的會面的時候，他們針對台灣問題已經達成了某種程度的默契跟共識了。而日本莫名其妙的瞎搞事，結果呢，把原本的這個默契跟共識呢，又重新攪得一團亂。所以對川普來講，他當然必要跟習近平解釋啊，說我沒有玩兩手策略哦，高市早苗是自己自走炮，他自己搞出來的，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把這個局勢緩和下來嘛。所以呢，川普在跟習近平對話完之後，就立刻打給高市早苗了。就對日本來講，他現在當然咬着牙不承認，他說沒談台灣問題，就只談這個其他的問題，最好是這樣啊。
大家知道，川普跟高市早苗才刚見面完沒多久，那個高市早苗勾着川普的手走出來的畫面，全世界都看到了。你說川普有這麼愛高市早苗嗎？手才剛剛勾完，現在又要再打電話跟他聊天，會發生這種事嗎？他會打電話，必然是有事發生的。他跟習近平也才剛剛見完啊。對，就算習近平是他的好朋友，也沒有好到這個地步啊。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北京打出來另外一張最重要的牌嘛，就是川普啊。那你現在來看日本要怎麼處理了？日本再不退讓，再不下台，那麼接下來當然敵國條款就會形成一定的壓力了。敵國條款对誰會有壓力？對琉球群島會有壓力，對與那國島會有壓力。這兩個島嶼這些群島的民眾會覺得干我屁事啊！台灣有事是他家的事，怎麼會變成我日本有事呢？而且日本有事就算了，又不是東京有事，是我琉球跟與那國島有事。那你說對這兩個地區的民眾來說，他怎麼可能忍得下去嘛？所以對日本來講哦，我們最近看到的一波民調，雖然看起來高市早苗得到的支持度很高，可是他們進一步的問說，你們這些年輕人將近有80%說台灣有事就日本有事。好，那如果台灣有事，你願不願意上戰場為台灣一戰？願意承認的人還不到10%嘞。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嘛。你就真的讓日本有事的時候呢，你就看看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想要有事啊？美中2位領導人呢，他們又通話了，這次是透過線上的通話，也是繼兩人在之前韓國的 APEC 峰會見面之後呢，這次是由中方習近平主席主動來跟美方聯絡的一場契機哦。那雙方討論了包括像是俄烏戰爭啦、芬太尼毒品的問題啦、黃豆啦，以及其他的農產品等議題。特別的是，新華社做出了一個報道，指出呢，在這次通話中，習主席特別強調了台灣回歸是戰後國際秩序的一個重要組成哦。那美方也是表達理解台灣議題對中國的重要性，但是沒有進一步的去展開。那通話後呢，川普就說明年4月他將會訪問北京。那同時他也邀請習近平主席在明年的稍晚呢，也去到美國看可不可以做個訪問。所以雙方是展開了一個良性的互動。那老實講呢，美中今年的關係因為受到整個貿易戰框架的影響下，其實是非常的惡劣、非常糟糕的，一直到下半年開始才有所好轉。那這一次由中方主動來聯絡美方，其實還蠻少見的。而且北京主動出擊的背後，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有點耐人尋味。我們先請教介大使，你嗅到了什麼樣的一個政治算計？对，因为這個就跟德國之音的報道，他說這個中國大陸的領導人直接打電話給美國領導人，就是用4個字叫極為罕見。極為罕見。上一次是好像9·11事變的時候，江澤民打過電話。哦。這個中間你看多少年了啊？那可見這個應該就我們的這個嗅覺來講，應該是茲事體大。茲事體大。當然就是說，大陸發表的這個事後的新聞稿提到談了很多點，對不對？第一個就是雙方這個有一個共識，上一次的見面達到的共識很具體，然後呢又談到了怎麼樣還要繼續交往下去的一些原則。那其中特別提到，就習近平主席對川普總統特別說，台灣的回歸是2次大戰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那直接跟美國談台灣的問題，那而且中國大陸還特別寫在這個新聞稿裡面，是這裡面就很有注意的地方啊，注意的地方。那事實上的話，像德國之音他下的標題就是說這個事實上感覺是中國跟希望美國介入之間，中日目前的這個他用僵局，對，那可能是有這個作為，還是說呢？如果你要有推測的話，是不是中國大陸要對日本做出下一段的舉動是什麼？先跟美國打招呼，或者說呢，中國大陸希望川普總統出面跟這個美國的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做一個溝通，還是帶有一個立場的溝通？那或者就是說，第3個就是請美國的總統，再接下來可能請美國的川普總統來做目前中日僵局的一個調解人，就你要給他一個目標對，那是不是如此？看不出來，因為川普立刻也在他的這個Truth Social裡面發了一篇文章，講了很多，他就說我的好朋友我們打電話怎麼樣？這個大豆什麼這些東西都是運轉順利那麼雙方可見雙方的關係現在很好。
那麼我已經決定4月，習近平主席再次邀請我4月去北京訪問。那麼我也同樣，我為了這個好，等於說怎麼講呢？回饋啊，就是說，那麼我也這個邀請習近平主席在今年的適當時期到美國來訪問，進行國事訪問。那他沒有提這個日本的事情，可是呢，很奇怪的啊，這個電話打完沒多久，川普自動打電話找高市早苗。對，這個就變成就是說，川普雖然沒有提台灣問題，只有大陸講台灣問題，那川普為什麼會這個電話掛了以後，幾乎是他那邊應該是很晚哦，因為他說是25號早上，而這個電話已經打了。你知道美國跟尤其華府跟我們這個東京或者這個北京時間是黑白顛倒的，差12個小時啊。那他可能就連夜就打了這個電話啊，可見他做事這個企業出身啊，是好見機理，風風火火的。結果呢，那這個電話目前美方保持緘默，對，沒聲音。可是高市早苗說了，他說川普主動打給他，是對不对？然後他說，哎，川普還告訴我，我們是很好親密的朋友，你以後隨時可以打電話給我。那麼好，那可是呢？對於裡面談了是不是談了這個什麼具體的問題啊，或者說有沒有談台灣問題？高市早苗說細節不便透露，就這樣子。所以不管怎麼樣，習近平打完電話給川普，川普立刻打電話給高市早苗，那可見重點就是在中國大陸跟日本的關係。是，所以我覺得很快，因為這個電話的話，川普會打的話。不會只寒暄啦，這就是一定有什麼樣的立場，是或者有一種或者傳話都不知道，那就看着現在這個啊，要不然我們就看川普是不是有時間發一個這個 True Social 的貼文，看他怎麼講。另外一個就看高市早苗日本這邊的會不會有什麼具體的回應動作。中國總理李強還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們在 G20 上面會不會有一些破冰的互動呢？那結果是這兩個人連最基本的禮貌互動都沒有。來，我們請導播來帶一個畫面來看到啊，這一次很明顯呢，對比之前高市他是開心迎接川普總統，兩人又是挽手下樓梯啦，又是有說有笑。這一次他跟李強呢可以說是零互動、零接觸、零眼神交流。那麼日本媒體還形容高市早苗是這個經歷了一場非常令人尷尬的一個災難性的外交啊。那他本人是重申，不管現在跟中國的關係怎麼樣，那他希望日本的立場是沒有改變的，希望跟中國建立有建設性且穩定的雙邊關係啊。畢竟現在這幾年非常流行去日本旅遊嘛，那中國老百姓的這些觀光財賺起來不香嗎？但是呢，現在雙方關係鬧僵了，可能中國遊客都不去了。日本的經濟也傳出了3大的崩盤警訊了，包括了 GDP 6個季度以來是首次的萎縮，還有通膨已經是連續43個月突破了這個日本央行的警戒線，物價狂飆啦，薪水不漲啦，還有這個日本的匯率已經低迷許久了，都讓日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難受。那當然還有債務的問題等等，種種內部隱憂都沒有解決。那麼現在又來一個中日的外交矛盾哦。那高市鮮明的立場我們都知道，但到底為何他要在這個節骨眼上感覺不惜跟中國硬碰硬呢？我們先請教楊老師。其實日本現在整體上看起來經濟層面大家的感受真的是越來越嚴峻啊。10月1號開始很多的物價都在調高，可是生活上基本上這幾年都感覺上沒什麼太大的變化。那因為觀光以及服務業的這個提升呢，使得街頭上觀光的這些景點其實是很熱鬧了許多。我覺得接下來這個影響會是長期的，也就是基本上日中關係、中日關係都難以止跌。關鍵一方面，高市現在人氣很旺，好幾個民調從65%、69%到最近的讀賣新聞出來72%。那當然，讀賣新聞它有一點機構效應了，因為它是比較保守的報紙。可是你問到對於經濟、對於各個層面的這個表現，高市的政策的滿意度如何？目前我覺得都還是停留在蜜月期。可是對於就是中日關係的這個看法，大概是在讀賣新聞是56%、25%啊，這個跟共同社做的48%、44%就有差別。那當然就是贊成跟反對
啊，特別他在國會講的話，以及中日的這個互動的關係。所以以現在看起來，我覺得他在民粹跟支持率上，他其實是有恃無恐。他覺得他現在已經跟過去日本曾經最輝煌的小泉內閣時代的這個民望一樣高，因此他不需要去改變任何的這政策。那另外一方面呢，當然他代表的是這30年來，他1993年從政進入政壇，到現在為止，他站在的是比較保守右翼的立場，也一直都沒有改變。其實他所參加的談話會以及相關的這些團體，對於修憲、安保3法、集體自衛權、美日安保，甚至安倍後來提出來的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都做過一些討論，而這有它的一個整體的關聯性，在法律上，在政策上，在日本要如何成為一個正常軍事大國的這種戰略論述上，所以我覺得高市講出來的話不是他突然的，是他一直有這麼堅信，也許那是在質詢當中，他自然的就講出他堅信的話。他講出來當然就不可能收回去了。一方面，這個民意高啊，民意高3個原因啊。第一個，他抓住了美國，他抓住了川普，是，日本人覺得這個是做的正確。第二個，右翼的媒體跟一些網絡的右翼不斷的在支持他，在捧他，所以大家其實反對他的聲音並不是很明顯的出來。雖然都有一些這個過去的首相啊，還有一些政治人物，還有一些學者有講話。第三個當然也就是他發錢嘛。經濟上這就沒什麼問題了，拿錢就開心，對不對？那不像我們這個普發1萬，搞了半天，搞這個終於才出來。那出來之後，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在那邊這個表態，好像都是他們的功勞。那他不是，他主動就發2萬啊，對不對？所以呢，這個就大概是川普也現在看到他這個效果不錯，可能接下來要發個2000塊美金哈。所以現在政府這種搞民粹，然後呢劇場比較極端的民族主義式的，幾乎大概都是這個樣子。所以你說他什麼底氣？就這是在民調右翼以及在他的就是整個這個跟美國的關係上，他這個底氣啊，還目前看起來還有一段時間。我個人認為啊，中日關係其實這個惡化很難止跌，大概在高市的任內大概不容易有太大的變化。是，好，說到日本的這個問題啊。這幾年日本的利率有多低迷，大家都很清楚，每天都是甜甜價，所以也吸引了包括大中華地區的遊客，甚至全世界的遊客，這幾年都瘋狂的去日本旅遊、購物、去消費。但現在，中國大陸不鼓勵大家去玩嘍，減少觀光團，減少你的航班，郵輪要改道，香港還取消了一些學生的活動等等，讓日本的觀光產業呢，頓時是失去了一個最大宗且穩定的海外消費群體啊，那也就是中國遊客。而且這只是中方啊，我先不買你東西，不去你家玩的輕微反制了。要知道他們對付美國的這個大絕招，我的稀土、我的原物料出口管制限制，這些都還沒有對你日本拿出來用，那你就已經先感受到經濟上的壓力了。那俗話說，少賺錢啊，比賠錢更痛苦啊。感覺現在日本就有一點這樣的感覺，所以他們在 COVID-19 之後，積極的蓋了非常多的新的飯店，非常多的這些觀光的相關設施，就是為了迎來全世界旅客嘛。那現在中國遊客不來了，那這些設施跟企業當然也會受到一些營運上的壓力。那艦長認為這波抵制潮會不會造成一些倒閉的後果？一定會的啊，因為我們之前所看到的，也就是有關於水產品的部分，可是那個只跟這個單一的一個業種，而且呢，那只有單一很小的一個範圍，可是現在已經擴大到整個方方面面了。如果我們來看說，有關於水產品的話，在2022年跟2024年的時候，我們來看2022年其實還佔了將近快要1/4，是。可是到了2024年，因為福島排放核污水的部分，我們就看到幾乎已經快要小到不予列計了，快已經消失了。那這是最大的差別的部分。那現在大概本來是說開放的，到11月已經開放了，可是現在又回到以前，是不是又要回到這個幾乎快要不予列計？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啊。但是其實中國、美國、日本跟中國大陸，他們兩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啊。來，我們來看這張啊，也就是有關於日本
出口的最大宗的第2國其實就是中國大陸，對，而且它占的比率是到了17.6%。那如果說有關於進口的部分，中國大陸是第1名，最大的，那也就是它占的是22.5%。那我們剛剛提到了这麼多的一個例如說無論是遊覽車，無論是飯店或者是餐飲業這一些部分，其實都是比較容易進入的一個產業啊。那現在如果說中國大陸全面抵制的話，那其實它的這個產值看起來可能影響的層面並不高，可是影響的人數就會很多，非常廣。对，那如果影響的人數多，也就是開始動搖了自民黨的未來的那個長期執政的一個體制啊。那而且最大的問題是啊，中國大陸的觀光客不去日本的話，誰能夠做個替代？哪一個國家能做替代？而且我們剛剛已經舉了那個業種這麼多啊，我們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我們只講到了有關於遊覽車的部分，遊覽車的後面呢，它的油料的部分，還有它的保養的部分，所以各方方面面全部都會受到影響。另外還有藥妝的部分，真的。所以我們看到這麼多，現在只是開始，其實中國大陸只是敲打一下而已，真正的狠招還沒出手。真的，我每次去表參道或是銀座，真的是手上提的精品袋的呢，基本上都是說中文的遊客了。好，我們再來看到。說出去的話就跟潑出去的水一樣，很難收回來。所以高市這一次台灣有事論呢，就讓日本的資深評論員這個田崎史郎他就說，如果高市撤回他的發言的話，那就意味着這個高市政權已經終結了。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經濟學者田代秀敏則警告，如果高市要這樣子堅持自己的立場不回頭，那將一起陪葬的可能是日本的全盤經濟啊。那前首相石破茂也開炮，認為台灣有事論，這是日本很多政治人物都曾經討論過的東西，但是你不能公開放到公開台面上場合來講。好，所以面對眼下這個日本面臨着政治跟經濟的兩難抉擇，高市他現在是要堅持自己的論述、自己的立場跟政權，不惜讓日本的經濟一起陪葬下去，還是說懸崖勒馬來認個錯，向中國求和？哎，大家還是回來玩吧，多吃多買，錢照賺，酒照喝，大家還是好朋友。蔡委員，你認為怎麼樣才是一個最佳的解？我判斷是既不會化解，也不會有經濟賠償，更沒有低頭求和。這是一個中日雙方最關鍵的戰略利益的較勁，也是高市早苗講的不是一個話，他只是把一個日本的核心的政治狀態，像冰山一樣浮出水面而已。所以剛才楊教授我特別提到，他有70%的民意支持。我為什麼要退？你要知道，在這種西方式的選舉政治底下，我有民意，我就有選票。那其他的，如果政治壓力、經濟壓力，甚至軍事壓力，沒有辦法使我的民意退潮，那我寧可選民意救民意。你說他民粹也好，你說他一時也好，等到退了再說。但我個人的觀察，這一波日本的右傾的風氣並不是從高市早苗開始，而已經吹了很久了。就以2021年來講，日本自衛隊已經規劃在台海周邊從事軍事活動。解放軍知不知道？知道。從2023年啊，當時的台灣的軍隊、美國的軍隊跟日本的軍隊已經做聯合指揮作戰的兵推。這什麼意思？就是大家都來準備。那中國大陸知不知道？當然知道。也就是說，只是把一個本來大家都不想掀開的鍋蓋，高市早苗可能是不小心的，可能是刻意的，可能想要做一個壓力測試，這樣丟出來，端上台桌了，端上台桌。所以中日之間的核心利益已經進入一個淺水區，還沒到深水區，相互給的壓力測試。這個壓力測試會不會使得日本的經濟崩盤？我認為不會。因為日本的經濟並不是建築在觀光業上面，所以觀光業也許產生很多失業啦，產生很多退潮啦，表參道啊或者等等啊，會很多購物人潮會衰退，但是這不是日本經濟的主軸。日本經濟害怕的是它的汽車賣不到美國去，這個還比較實際一點。所以整體來講，他在接受日本經濟的測試，一樣的道理，中國大陸也在經歷一個跟日本脫鈎鍛鍊的經濟測試，
啊，所以雙方面的壓力測試已經開始了。再來政治上了，中國大陸一連串的行動，不管是在國際法上，在國內行動上面，在這個所謂方方面面的軍事準備方面，中國大陸也在給日本壓力測試，相對的也給自己壓力測試。但是不管如何，高市早苗作為一個選舉的政治人物，一定是以保住自己的政權為優先。是日本經濟以後再說，日本政治以後再說，外交更不是問題，這個不會是政治有考慮的重點。所以他現在因為他的民調已經高漲到了一個非常高，以及不太可能再高的階段，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为什麼現象呢？他當然不會逢高殺出嘛，所以他現在就裝乖、裝無辜、裝沒事，然後看你中國大陸怎麼辦。而中國大陸自己也要負起相當的責任，就是他把日本右派的起來沒特別的注意。是為什麼沒特別注意呢？我來舉3個例子就好。2024年9月25號，日本自衛隊的驅逐艦叫薩扎納米通過台灣海峽第一次，解放軍沒吭聲。2025年2月4號，日本驅逐艦 Akizuki 通過台灣海峽，中國大陸裝作沒看到。今年2025年6月12號，日本驅逐艦 Takanami 也通過台灣海峽。那日本的驅逐艦通過台灣海峽，跟其他國的政治有沒有不同？你現在就看出不同了。所以中國急着要去引用聯合國憲章裡面的所謂敵國條款。對，為什麼？亡羊補牢。所以前段時間輕忽了日本右派勢力的崛起，是縱容日本的軍艦可以打着這個自由航行的口號通過台灣海峽。這本身沒有把它解讀成右派勢力對中國的挑釁，以及對台海戰爭的準備，而把它解釋成跟美軍、跟其他艦隊一樣，那就一個很大的失誤。是，所以中國大陸也要面對自己的壓力測試。未來如果有日本軍艦再通過台灣海峽，你是不是還是一如既往？現在中日之間的關係真的是如履薄冰，而且中國商務部有最新的警告，說日本呢不要一面想賺錢，但是一面傷害人，所以不排除說會進一步的經濟脅迫。我們就來看到，畢竟呢日本首相其實高市早苗，哇，這段時間發生很多事，但是他上任才不到1個月，先是拋出了台灣有事論，那還有包含現在說2戰以來的非核3原則，他鎖定了第3條，不引進核武，那等於是說為美國在日本可以部署核武直接開綠燈。其實現在呢這一連串的操作，您從圖卡上的右半部你也可以看到，包含了日本的前4位首相現在是齊聲批評哦，鳩山由紀夫跟野田佳彥他們是在野黨，那岸田文雄、石破茂自家人自民黨現在都不挺了。我們就來看到呢，楊老師您怎麼分析說高市早苗其實他現在態度踩得非常的硬，甚至引來現在中國也下了這個最後通牒，但是他上任才不到1個月，然後4位首相懸崖勒馬，但是高市會收手嗎？其實高市在去年2024年9月，大家還記得嗎？他當初就跟石破茂競選自民黨總裁，他輸了，石破茂做了首相，但是石破茂2次的選舉都敗了，因此呢，他下來，高市上來。那高市上來作為日本第1位的女性首相，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他一直以來對於就是戰爭的議題，對於安全保障的議題是相當的保守，甚至右傾。那去年9月的時候，他就在競選過程當中曾經提到，台灣如果遭受到封鎖，日本將面臨到存亡事態危機。那個時候就有這樣一個這個說法。所以為什麼這一次在11月7號國會反對黨的立憲民主黨的岡田克也，他也做過外務大臣，他就拿了這一段文字，你講過的，你現在做首相了，你是不是還這個立場？所以高市就跟他的一個對答當中，就把更具體的說，如果戰艦發動戰爭，則日本出現存亡危機的事態，因此呢，就會啟動安保3法當中的集體自衛權。這個其實讓美國都很驚訝，防衛省的官員也都很驚訝，因為過去討論所謂的集體自衛權，日本的出兵，如果不是本土防衛的話，一定是在美日安保之下對美軍的行動採取基地或者是後勤的資源，就這樣子而已。結果他現在是跳過美日安保，單幹了。那這個東西當然就引起很大的這個質疑。那我們後來才了解，原來他這有個布局的，他的布局其實就11月20號，自民黨裡面他要求安全保障調查會開會，
要修改安保3法，為什麼？因為這裡面定的非核3原則，而且要去提高軍費，提早提高軍費倍增，同時呢，可以去開放攻擊性武器的出口。所以這幾個要件，4個要件都在20號的時候討論。那因此呢，就引起幾個首相，那岸田文雄，甚至他自己內閣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也說，非核3原則不可以動。那這個我覺得很難，因為非核3原則在日本是很根深蒂固的。可是21號的時候，哈，我這邊看到最新的這個發展，現在時間是11月21號的下午。那他在中午的早上的時候接受訪問，因為22號他請人去南非參加G20的會議，那可能碰到李強哦，但是中國大陸說你不要來，請你自重。好，但他被問到說，你跟中日之間的戰略合作夥伴互惠關係，他說這些都沒有改變。還記不記得他在釜山會議的時候和習近平見面有談到這個？習近平不是很情願的跟他握手了哈。那但是呢，果然他回來，你看就講這些話。可是他說日中，從日本講到日中啊，日中戰略和互惠關係啊不變。那這就表示他的政府的立場。記者又在追問，對於11月7號你講的台灣有事可能構成了存亡危機事態，那他的回答是，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至於哪些情況屬於適用範圍，將依據實際發生的個別具體情況，由政府綜合所有的資訊進行判斷。他11月7號講這個話就沒事了嘛？他現在回到了所謂一貫，因為從1960年代開始，日本有關於台灣的問題就是事態概念，那這種假設性的問題，我們會真的發生，我們再做判斷。是好。可是呢，他當時就不是這樣子了。是，但是他沒有撤回11月7號的發言，所以呢。基本上北京方面接不接受，我們就很難判斷。所以杨老師非常精闢的分析。那酈将軍您的看法呢？如果高市早苗他想要改這個非核3原則，在日本，這是日本2戰以來的國策，真的有可能過關嗎？因為包含了現在連自己人都跳出來說，這個就是不能動的。我想今天早上哈，這個有一個全人類對這個要改，我個人是覺得是非常危險的一個訊號。這個 F-35戰機，美國居然研發出 F-35戰機可以攜帶的核子彈，叫做 B61-12，這款的核彈。那以前我們都認為核彈，這個都要掛在所謂戰略導彈上面、洲際導彈上面，或者是轟炸機上面，或者是核潛艇、戰略核潛艇才能夠發射。但是美國現在居然可以用5代機攜帶核彈。這是對全體人類來講是何等悲哀的一個訊息。那大家試想想看，如果日本它本身就有 F-35戰機，那美軍在這個日本的本土也駐有 F-35戰機，那如果說在日本的本土上面有這款導彈的話，它 F-35戰機它的攻擊範圍可以包括到俄羅斯，包括到北韓，包括到中國大陸。你認為這3個國家可以容忍嗎？如果說是他都隨時有這個核彈的威脅哈，這就是為什麼之前哈日本的幾位首相，你必須要講政治家跟政客的不同。政治家他是眼光看得比較遠，他知道一件事情，其實到現在為止啊，包括俄羅斯，包括到中國哈，那其他的印度我不講了哈，印度、巴基斯坦這些永和國家，他們的核政策我不了解，但是包括俄羅斯，包括到中國都曾經講過一句話，他們核武的使用原則來講的話，他不會去攻擊無核的國家。就是說，如果說你沒有核子武器，我不會用核武去攻擊你哈。那當然，如果你日本如果說擁有了核子武器，那是不是讓你周邊這些永核國家，包括到俄羅斯，包括到朝鮮，包括到中國，就有名正言順的理由可以用核子彈來對你攻擊？我們之前有一個笑話哈，當然全世界列數所有哪一個國家有多少核彈哈，這個美國有多少枚，對不對哈？俄羅斯有多少枚？這2個國家是最多了，5、6千枚哈。那中國是600枚，那日本有幾枚呢？日本是-2枚啊。為什麼-2枚？因為它已經吞了2顆了啊，它之前也吞，所以大家把它開玩笑說它-2枚。難道你日本來講的話，經過長崎、廣島那次來講，你是無核國家，但是美國照樣去幹你，那壞的是美國那個國家，不是其他的國家，不是中國，也不是俄羅斯。所以我希望日本來講的話，應該認清楚這個事實是這樣。你有了核子武器，對你來講是禍不是福，因為讓你周邊的這些永和國家
就有名正言順的用核武器來打擊，因為我會擔心你啊，你現在如果裡面你自己有一架 F-35戰機，隨時帶個核彈就丟到我的這個國土上面來講，那如果說打仗，我一定是互相保證毀滅，我一定要先將你核武摧毀掉啊。那所以說，我覺得高市早苗哈，但是高市早苗如果現在他這個一廂情願，他一直向右靠，繼續向右靠，繼續向這方面來講的話，我覺得以他來講，既然已經提出來，而且今天很不幸的，他自民黨裡面的會議裡面已經通過了要擁有引進可以引進核子武器，或者是有核的这种载具，包括核潛艦哈，包括到这個可以帶核彈的戰機哈。那如果說你的自民黨你已經會議的通過，只等待明年來講由國會來通過，那你自民黨如果現在其他是在野黨如果說不阻止這個法案來講的話，他就可以引進核武。當然就日本來講，他希望將自己置於一個核保護傘，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其實這種心態跟這個韓國是一樣的哈。可是我覺得，雖然說他這個北韓擁有核武器，所以韓國也希望說他可以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但是畢竟來講，南韓跟北韓他們是同一個民族。但是如果說南韓跟北韓現在來講，他們這個雖然說彼此是敵對國家，但是他們有一個共識，你知道，就是打日本是他們這個南北韓的共識，這是這個民族之間這個恩怨情仇很長的恩怨情仇所造成的。所以我覺得日本來講，現在高市早苗哈，他既然已經提出來，而且自民黨也已經通過這個法案來講的話，極可能在未來的日本國會裡面會通過。可是對日本來講，到底是福是禍，是不是真的能夠放在美國的核保護傘，還是將自己置於核攻擊的威脅之下？我覺得這個高市早苗跟日本的群眾應該仔細三思，尤其日本的在野黨應該要有更遠大的眼光，而不能隨着高市早苗在那邊這個繼續向右傾，繼續向右靠哈，將整個國家帶到危亡的這種境界。好，確實，現在外界也在分析說，為什麼高市這麼要急着引進核武呢？認為它其實是源自中國的核威脅升高。我們就來看到圖卡當中的右下角，這是美國智庫戰略暨運算評估中心的資深研究員，他說，日本最憂慮就是中國的核戰力增強，尤其是中程彈道飛彈。這個射程雖然不到美國本土呢，但是覆蓋了日本跟關島。包含了東風26、東風27，還有新研發的驚雷1空基遠程核導彈，其實都是針對亞洲地區主要目標的高精度攻擊武器。請到張將軍您的專業來看，中國這一些高精度的導彈群，它對日本的威脅到底有多大？我認為這些不管東風26或東風27，它都是中長程的彈道飛彈。日本它只有戰術武器，它沒有戰略打擊能力。日本有沒有核彈？沒有。它有沒有長程的或者洲際的彈道飛彈？沒有。它有沒有核子動力的彈道飛彈潛艦？沒有。它都是戰術型的。所以日本在這邊，它想要去研發戰略型的。但是我們知道，這些東風26、東風27之後，它的射程涵蓋第二島鏈。那講驚雷，這一次93月明有出來的驚雷1號，驚雷1號是掛在轟6上面，轟6上面它可以打3500公里，因為轟6就可以飛5000公里，再打3500公里，可以打到8500公里加起來。當然，它它打第一跟第二島鏈，它不用出海，在內陸就可以發射。那驚雷它飛得夠高，要夠高，因為它的從位能換成它的動能速度，就往前面這樣子飛，這是驚雷1號。所以這樣來看的話，日本想要發展核武，它考量是要3個條件。第一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它的你要多少數量，你日本要做多少核武數量？中國大陸現在已經600枚，你要做多少？你是不是要比數量，因為比核武就要比梭哈，大家看誰多嘛。第二個比領土面積，日本的領土面積總共37萬8千平方公里，中國大陸的領土面積總共是960萬平方公里，所以中國大陸的領土面積是日本的25倍，它就25個日本就對了，你25個日本加起來，因為打核武大家是相互毀滅嘛，但是我大你要丟得多啊，你小我通通集中，所以這個領土面積日本也吃虧，剛才講的數量就已經吃虧了。第三個我認為日本還有個短板，日本人口集中。北洲4國、九州、北海道都集中在那邊，那幾個小島不要計算，你都集中在那邊，而且它高度城市化，打那個幾個重要城市就人就毀滅了嘛。人土過度集中也是日本的短板，所以日本的短板多。另外一個，日本如果發展核武會牽動地緣戰略，南韓要不要發展？你有了，北韓也有了，俄羅斯也有了，中國大陸也有了，那就南韓沒有，南韓要不要？他一定要發啊！他說你們大家都有，就我一個人沒有，你們全部都有。南海這個地緣戰略就不平，而且
俄羅斯會把它戰略核武部隊往東移，調到勘察加半島，調到庫頁島。為什麼？你日本開始搞核武了，我能夠不準備嗎？會有這樣子。地緣戰略不是光只是牽動南韓發展核武，包括俄羅斯都要牽動，它可能都要做一個機動的來調整。為什麼？你發展核武，我不能不準備，是這個樣。所以我們來看呢，從這方面這種來做評估，日本想要發展核武有能力，但是它的風險要做評估。日本現在有47公噸的鈽，鈽是我們知道原子彈是核裂變，你氢彈是核聚變，那它現在做核裂變呢？做一個原子彈要多少斤鈽？30公斤一顆。47公噸可以做1500個，可以做100個。它的小部分是放在日本，那絕大部分是放在法國跟英国。他們是盟國嘛，他们自己是朋友嘛，放在那邊拿進來，要做就拿進來嘛。它總共现在日本他們通通加起來47公噸啊，有沒有動？沒有啊，它現在還是3不原則。所以我講，發展核武是有地緣戰略的風險，日本要考量利弊得失，你不要因為因小而失大，為了做核武而造成日本的這種。更造成地緣戰略的晃動，那會造成它的風險很高哦，所以它會，我認為日本原則上在目前來看會走保守的路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出了這個台灣有事論之後，讓中日關係降到了冰點，而且呢，也瞬間讓這個日本整個市場仿佛像丟進冰水一樣，因為現在呢，不管是包括了日股，還有公債跟日元呢，是全面走跌告急的狀況。我們就來看到日經225指數在11月18號收盤下跌了3.2%，這是創下4月份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了。還有包括您看到40年期的日本政府公債殖利率飆升多達8個基點，達到3.68%。那日元呢，更是觸及9個月的新低，來到了155.3日元兌換1美元。好，楊老師請教您，現在中日關係一緊張，包含了股市、公債、日元，我們看到全面大跌。就您來看，這一波拋售日本潮到底會對日本帶來多大衝擊？這個影響其實還是整個國際，尤其是美國的大盤。那特別是對於美國的8大企業，其中類似跟 AI 股有關的，像輝達，有一點就是市場的傳言，所以這個是11月18號，的的確確，它的日經、日股或者是日元，大概都有一點受到影響。不過那一天其實全亞洲股市也都不好。對。那可是呢，日本的的確確是受到現在的高市早苗的發言引起的，就是中國大陸的這些抵制或者是制裁。那這些不確定性是會產生怎麼樣的經濟衝擊？那它會不會有後續更大的一招？比如說一些大殺招，類似像是以前做過的，對日本採取稀土管制，那個對日本的經濟，那當然所有的股市、日元都會受到影響。所以這個不確定性，當然在大盤這個國際的大的局勢不好的時候呢，它就在日本就特別明顯。可是隔一天，到了11月20號、19號、20號的時候呢，其實因為輝達的財報很好，那所以呢，整個那一天日本的半導體再加上商社這2大類股的這個提升哦，曾經一度盤內這個增加大概2000點，一度又回到了就是5萬點的這個大關啊，所以呢，我覺得其實整個亞洲的股市相當形勢還是受到美股的影響，因為現在大家對於美股的這個情況哈，應該說美國經濟的情況都有一點就是那種擔心，有一點這個擔憂。一方面是經濟通膨，還有最高法院的判決。那當然這個 AI 的這個情況啊的獲益，因此大家都覺得所有因素都夾在一起，所以它這個影響呢就會在亞洲特別明顯，因為我們跟美國的經濟供應鏈很密切，但日本。特別是加上這次的高市的發言，所以當經濟情況不好的時候，它跌得最深。那這個是以後可能會不斷出現的。好，現在大家認為說北京就是拿金融武器來當做武器對日本施壓。我們要來看到，你看到圖卡下方，這是11月20號的時候，中國商務部發言人他在記者會上就直接警告說，如果日本不撤回高市早苗這個錯誤言論，那中方會堅決採取必要的措施，說後果由日方來承擔。
那彭博也分析說，北京祭出一系列的手段，包含了暫停日本的海鮮進口、警告旅客，還有取消一些藝人的活動等等。但是，包括刚刚杨老師也帮我們提到了这個殺手牌，就是稀土牌還沒有出手哦。請酈將軍來幫我們看，為什麼北京到現在還沒有動用這張稀土牌呢？如果都是大招的話，第一個哈，在這個2010年的時候，因為釣魚台事件哈，那中日兩國曾經交惡。那時候中國有打出過稀土牌哈，降低對日本稀土的出口啊，那时候造成日本的这種經濟上的一個產業的一個恐慌。那也從那時候開始，日本自己開始要這個研發製造自己的稀土，因為他怕被中國卡脖子嘛哈。所以為什麼現在來講的話，這個美國跟日本來講要簽稀土協議，其實日本是可以做稀土的哈，但是它的產能是有限的。所以之後來講的話，日本對中國的依賴慢慢降低到只有60%。那最近來講的話，又開始回升。當中國恢復對它稀土供應以後，他自己覺得說，我就不要再做這個高污染的這個工業哈，他就慢慢又恢復從中國開始進口。現在來講的話，日本對中國的稀土依賴大概是到70%，但是我認為說是短期之內哈，非到最後關頭，這個中國大概不會對日本打出稀土牌。為什麼？因為我們從這個安氏這件事情就看得到。這個現在全世界的這種產業的供應鏈其實是非常的脆弱。那如果說是你突然對日本斷供稀土來講的話，可能會造成的影響是全世界所有產業都不管是這個，尤其是民用了哈，軍用我們不講，尤其是民用，包括汽車，包括到這個飛機哦，包括到各種這個綠能產能啊，都會受到很大一個波動影響。那我覺得中國很聰明。我不需要去，因為你日本去得罪所有全世界的產業國家，因為如果說我一旦對日本斷供，那這個產生的蝴蝶波瀾效應來講的話，可能會波及到全世界所有的產業都會受到影響。那中國幹嘛去得罪全世界所有產業？我現在只要針對你日本就好，我不要去因為你去造成全世界對我為主。我們從安氏半導體，荷蘭的安氏半導體之亂就可以看得出來，安氏半導體這個亂之後，造成全世界的汽車的這種工業來講的話，都為之可能因此而斷供，所以全世界都急得不得了哈。當然中國很聰明了，他最後就是用豁免了，我給你汽車，你們去針對荷蘭政府，不要針對我中國，我中國是一個這個負責任的大國，我繼續供給你們。同樣的稀土產業，我覺得是這樣，非到最後關頭，我覺得中國不會用，因為他現在來講。第二個來講，我覺得工具箱裡面有很多的工具哈。我們現在看到，比如說是這個漁產哈，比如說觀光哈，比如說我們在講到留學方面，這個他現在留學，你知道留學有多影響有多大嗎？連川普當時喊出說不讓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留學，那你想想看，後來他又恢復，為什麼？因為60萬的留學生對美國來講的話，各個大學是多大的一筆財務的補助啊？那同樣道理，難道對日本不是很大一個補助嗎？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光使出這幾招哈，目前來講只是這幾招。對日本來講，它的日元已經看到它這個這2天已經開始大貶了。那昨天雖然說股市有上，但是今天好像這個又開始跌下來，而且是慘跌哈。因為輝達的這種它的這種年報裡面發現說，很多人跟他買的東西，但是錢還沒到位，還沒付啊。但是為什麼欠錢沒付呢？大家後面去很多的想象啊，是不是這個下游工業、下游的企業來講的話，他做的東西賣不出去，所以變成他沒有錢去付輝達，所以大家就產生會不會有 AI 泡沫化的這種疑慮了哈。所以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來講，稀土這一段它不會實施，因為它不會去得罪全世界其他產業。它目前來講的話，等於重點打擊，只針對日本。那後續來講，它可以使出的手段很多，譬如說是這個2017年我們看到韓國因為部署了薩德系統，那譬如限韓令，對不對？好，那個時候包括韓國的這個觀光旅遊或者是它的這種演藝事業都受到影響。那中國現在採取這一招了，電影也不讓你演，然後《鬼滅之刃》啊，或者蠟筆小新啊，哦對。其實對日本來講是很大損傷。我覺得後面來講它有很多，比如說對日本的這種在中國大陸的企業，包括汽車啊這些企業來講哈，加強它對它的檢查哈，或者等等這些措施，我覺得它還有很多。那稀土是最後不得已才需要用的手段，在此這些手段如果能夠生效來講的話，我覺得它不會用到稀土。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大陸不會那麼笨到說是我因為你日本去得罪其他的全球的所有產業。
是李將軍在強調說，不到最後關頭的話，中國其實不會動用稀土這一張牌。好，大家在說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包括了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前談判官，他也說了，說如果北京現在就祭出這個稀土反制，不但會激怒日本，而且也可能連帶的，像剛剛李將軍幫我們提到的，連帶其他的貿易夥伴也會懷疑說，那中國這個供應鏈的可靠性反而會更靠向美國。好，尤其呢，上個月川普才在南海跟習近平才剛碰完面嘛，也簽了這個稀土出口惠及全球的協議。也就是說，那如果北京現在打這個稀土牌，那不就等於是說破壞這個協議，甚至可能惹怒川普？那張將軍，你來看，如果最後習近平真的打出這個稀土牌，那美中是不是又會再爆發貿易戰？我認為中國大陸它是一個聰明的，它是一個集體領導，它會在那邊做非常深入研究、利弊得失分析。我認為打稀土牌的幾率，我認為是不高的。因為我們來看，他跟這個習近平跟川普已經達成貿易的協定的話，中國大陸跟美國都有貿易市場的需求性，是對方的市場，因為這是按照經濟學的比較利益法則，這是回避不了的。那大家這個雙方都會互利，那幹嘛要再繼續玩這個稀土牌呢？邊際效益會遞減，而且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反彈。我倒認為中國大陸會對日本的稀土會作為一個局部的限制，因為日本的稀土啊，每一年的需求量啊是18000公吨，這18000公吨呢，那它进口每一年大概8300公吨，蠻多的。那這裡面有70%，剛李將軍有講，70%來自於中國大陸。是，那來自於中國大陸會不會做局部限制？我認為做局部管控，用途上的管制。那有些你不能用這個稀土。你這個用了稀土的用途，你要给我標明清楚，來源去我要做管制，可能會做這個樣子。因為日本會做相應的調整，因為日本它會做第一個市場替代，那個中國大陸它對我限制，它會向泰國、像越南這是替代市場，因為越南跟泰國是日本的第2跟第3的稀土供應，那這樣子嘛，那我就從其他地方來彌補中國大陸對我的控管嘛，會有這個樣。第二個，它現在還有備轉容量。我備轉容量，我這個繼續做，我這個備轉容量可以支撐半年到1年啊。那半年到1年的狀況如何？那誰知道呢？我有備轉容量，我還夠，那這樣子我就不怕。這是日本的。那第3個呢？日本會關掉一些對稀土急需，因為稀土我們知道總共17種，包含鋅跟鋰之外，另外15是藍系15加鋅跟鋰。那這樣子，那我就這個不重要的先關掉，用重要的，這是我的主生產量。我的主貿易就需要這些对稀土的需求量是比較急迫性的，我用這些，所以這樣子有這方面的應變，中國大陸打稀土牌還有多大的效果，就要去算一算了，因為這是利弊的，打出去稀土牌，結果呢沒有效果，結果反而變成日本抵制中國大陸一個理由。那你這樣的話，反而變成在這個損益上面、利弊上面的得失之後，中國大陸我認為他會做分析，原來稀土牌在這一方面效果是有限的，那要不要去打這個？我認為中國大陸會戛然而止，不要打稀土牌。從其他方面，如果最厲害的話，很簡單，最釣魚台嘛，最釣魚台從平面執法變成立體執法，從這個平常的間歇性執法變成常態執法，哎呦，這就不一樣了，因為釣魚台是主權的問題，還有維權的方面的這方面的問題了，又不一樣，這個效果可能比稀土牌效果來得好，而且這個本來就領土爭端了。美國會不會？美國雖然說沒擔保給予釣魚台列嶼，但是問題是，只要真涉及到主權爭端，美國原則上是閉上關。你看那個菲律賓在黃岩島、在仙賓礁、在仁愛礁、在鐵線礁，那不是都這樣子嗎？那美國一閉上關之後，這個日本會屈居下風，中國會屈居上風，慢慢有一種失控的這方面的具體事實。那中國大陸何樂不為？我認為中國大陸會做一個彈性的智慧調整。是將軍，我想追問一下，因為現在呢，中日關係越來越緊張，大家也在觀望說川普的態度到底是什麼。可是現在其實他沒有非常明確表態，只有說，有些盟友不一定是朋友。你覺得他的態度呢？這個川普他認為讓子彈飛一下，讓子彈飛一下對美國是有利的。為什麼？當這個中日關係一緊張的時候，日本你是不是你國防預算是不是要加一點啊？你不要老是靠我啊！你自己是不是要ပေး一點錢，多買一些東西了？因為你緊張，你不要靠我，你老是占我便宜，賺我的錢，還有我保護你，你自己是不是要多分擔一點責任？所以讓子彈飛一下，對美國是好的。川普他是生意人，他是講 deal， 那就是交易嘛，那就是很簡單，飛一下對美國好，美國立刻這邊挺日本，日本感覺到後面有個大靠山，就不用怕了，可以忘所欲為。川普不會讓日本在這一方面得逞，就是繼續讓子彈飛一下。
對美國是絕對有利。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于中国大陸的態度很強硬，但是現在私底下高市早苗是吃了後悔藥了嗎？怎麼來說呢？因為日本的朝日新聞報道說，其實在高市在發言之後，他曾經就跟身邊的人說他是不小心說過頭了。那現在呢，他身邊的親信也懊悔說，是因為這個官邸的資源不足啦，所以沒有考慮得很周全，沒有想到會有這個反彈。另外一位親信他的說法則是說，其實高市個人的能力是非常強，但是團隊不夠穩固，未來他們要解決。好，那說回來，他的這個不小心說過頭的這個說法，賴教授您來看，他是想要透過這種方式，其實在跟北京遞出橄欖枝嗎？他是在一種障眼法了啊，又在另外一種欺騙。因為我們都知道，日本的軍国主義者、右翼分子啊，他們最擅長的就是騙啊这個字啊，他們幾乎都在用騙的。安倍晉三他自己都說了嘛，就說有些事只能做不要說嘛，啊，這個和平憲法不能改，沒關係嘛，我們就從這個你看不見的地方裡面來改，啊，那也就是偷偷的，例如說安保啊，美日的安保就修改。2015年的時候把美日安保修了以後，那就是變成有經濟危急事態啊的這個法律就把它寫到裡面。自衛隊本來應該是專屬防衛日本的本土，就說哎呀，我們修改了安保條約，所以我們要去保護美國的軍艦，所以呢日本就要參戰，啊，就是採用這種方式，就一個一個就改了嘛，就把自衛隊變成一個所謂的國防軍的這樣一個概念，這個就是安倍晉三所用的方法。那也就是說，他在他任內的時候就不說日本有事就台灣有事，可他卸任以後他就說日本有事就是台灣有事，這個就是只做不說。好，那你想我為什麼會說這個高市早苗的幕僚故意把這個新聞去餵朝日新聞，這個就是一個障眼法，用騙的。他選擇的不是右翼的新聞，他選擇的是左翼的自由派的媒體。因為朝日新聞是日本的第2大媒體，這第一個。第二個呢，它是在藝文界裡面啊是最受歡迎的媒體。第三個就是它長期以來它就是左翼的、左派的，而且比較偏自由主義，所以它反對修改日本憲法，反對軍國主義啊，然後他反對慰安婦，他所有的那些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東西他都反對。好，那所以這樣的一個左翼的媒體，透過他來說，高市早苗說過頭了，不小心說過頭。這個不小心說過頭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個含義就是說，哎，這不是我的本意了。哦，例如說我跟誰吵架，然後我氣急了，我就講了一個非我本意的話，那這個就是我不小心我說了不應該說的話，這個好像就是啊，這不是我的本意。你可以這樣解釋嘛？哦，你也可以這樣解釋。可是如果這不是你的本意，你就收回嗎？那為什麼不收回？對，為什麼他不收回？為什麼官方長官說我不收回？為什麼外相說我不收回？為什麼他派出去的金井正章也不收回？這代表這是他的本意。好，所以第二個層次，也就是說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嘛。那我不小心說過頭，就是說我不小心把我的底牌說出來了，是嗎？說謊，公然說謊。為什麼？因為同一篇的媒體，同一個採訪裡面，因為他是不具名的官員採訪，而且是聯合採訪，所以不是只有一個匿名者，他是有2個以上的匿名者。另外一個匿名者他是這麼說的：11月7號的凌晨3點，高市進入官邸的書房，開始在閱讀各部會送過來的這些他要接受答詢的答詢稿，也就是各部會送來了。他的幕僚幫他整理好了答詢稿，送到他桌上，他開始在看了，他把他的所有的重點要講的畫紅線，要講的話改了，就都改好了，都弄好了。那已經工作了好幾個月，所以他把重點，他是新聞人呢，您是新聞人呢，新聞人一旦把重點寫上去，把畫點畫上去，就是那是梗。我就是特別要透過國會答詢，把這個訊號傳出去的頭版頭。絕對會成為日本熱點新聞，誰不曉得？他是媒體人出身的，他專業訓練過的，他當然知道哪些東西一定會是頭版頭，他就是要頭版頭。所以頭版頭以後發現，哇，這個禍闖大了啊！所有人都在告訴他說，安倍晉三只敢做不敢說，
美國不敢說，日本的歷届首相都不敢說，你敢說，你勇。他本來就是要告訴大家，我最勇。为什么？因為有川普挺我。川普在公開的場合說，我高市早苗只要有求，他必應這4個字，有求必應，100%滿足你。這個就是當時川普說的是場面話，場面話你這個高市你看不懂嗎？你還給我下不了台。場面話就是說不兌現的，但是高市早苗想利用川普的場面話變成他的後盾，來給極右翼的施加壓力，說我有美國做後盾，我是右翼的老大，不是你麻生太郎。這是對於黨內的派系。另外對外面來說的話，就是我高市早苗，我聲望振隆，我敢做你們都不敢做的事。這是一種極端的挑釁。現在禍闖大了，開始想收了，是找那個幕僚不匿名的在那邊傳話，騙誰啊？軍國主義者就是一個字，騙。好，賴教授說這個高市早苗禍真的闖大了，因為現在呢，中國這邊北京的反制手段其實最有力的，我們要說到的就是車用晶片跟稀土。那中國呢，您從圖卡上看到，在中重稀土幾乎是掌握了全球工藝。這些稀土呢，說回來跟這個高科技的磁材、半導體、軍工還有新能源，其實都是非常的關鍵的。那舉例來說，日本雖然說很努力自救，但是到2024年底，他們從中國進口的稀土比重，反而是從您看到2018年的50%上升到63%。尤其像是一些重稀土，像是銫、銻、鉻這些呢，都是電動車馬達驅動系統不可或缺的材料。那大家在說一旦斷供的話，其實呢，日本它整個高科技產業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好，委員您來看，如果真的中國真的動手了，就是對這2個車用晶片跟稀土全面的打擊的話，那日本他們的產業甚至說整個供應鏈會受到多大衝擊？簡單的評估哈，日本的汽車產業看品牌。有的品牌啦，必須減產10%，有的品牌要減產30%。啊，如果減產這樣的話，他們的股票價格會跌多少？大家盤算啊。第二個，車用晶片的方面，當然不只是汽車在使用，因為可能很多人不曉得，車用晶片很多在軍事工業上用的也不少啊。你別看那個炮兵移動很緩慢，那也要車用晶片對哈。所以如果這些缺料的話它的計劃中的武器生產量可能要停掉20%。然後它的這個電動車跟那個所謂混合動力車，有電動有柴油車減產1半，減產1半。那除此之外需要稀土磁鐵的只有汽車，不是工具機啊，還有光學儀器所用的稀土玻璃，不只是稀土馬達，稀土玻璃，還有日本最擅長的精密儀器，還有半導體製造設備，全掛，全掛，因為它用量比較大那其他的涉及到電動動力用的儲能電池，各式各樣的電池那供應量會全部亂到一團。那有人說，那長期有沒有辦法解決呢？有的，成本2倍。對，那因為它要靠回收吧，短期內靠回收來使用所以如果中國大陸祭出這個東西的話，那我們只能祝福日本讚美日本是太厲害了，能夠承受住這麼大的打擊，而且。整個日本產業在為高市早苗的政策付出一個莫名其妙的代價。那到時候就看看日本的民意會不會反轉來這個批判高市早苗。現在日本的民意還是在熱衷衷的，覺得你看我敢跟中國大陸叫板我敢踩在中國大陸的老虎尾巴上我敢挑戰中國大陸所謂核心中的核心利益嘛。現在講都很開心，那等到事到臨頭，那就可不一定了因為很多東西沒有替代。為什麼？這個電池用的石墨負極材料，100%中國供應；正極材料60%中國供應。他哪裡去拿這麼多的量啊？這是個現實問題那除了剛才我講的鋰電池這些，因為負極材料、正極材料主要講的是所謂磷酸鋰鐵嘛，正極材料主要講的是石墨嘛。
那你這兩個在全世界你找不到那麼大的量的供應了，有點像說美國我產大豆可以賣給別人，可是最大的量在中國，那你一樣，它供應就在中國，你其他地方拿不到，越南可以拿一點啊，澳洲可以拿一點，東側西側。那像車用晶片，連那個最不起眼的安氏半導體的晶片，那個實在是最便宜的，中國不封裝不出口給你，通通就掛了。不過當然了。因為日本它也靠台灣供應一部分啊，台灣比如說力積電有供應它這些晶片哈，那基本上這個安氏半導體影響是歐洲比較多，影響日本比較少。可是不只有安氏半導體的晶片啊，所以日本最好長個眼睛。好，高市早苗现在对这个中國叫板，他在國內民意是非常旺的，但其實，在政壇現在已經有一點不同的聲音了，蠻兩極的。我們來看到，像是立憲民主黨前首相野田佳彥，他說首相有點說得太超過了，日中關係可能陷入危險。那自民黨的前首相石破茂，他說如果把這個所有情況說出來，可能會削弱原本的嚇阻力。其實這個部分賴教授剛剛也幫我們提到了。好，我們要請教酈將軍你怎麼看？因為現在連同黨的前首相也有不同的聲音。那高市早苗會不會遇到日本內部的反撲？但是剛剛蔡委員提到，他現在在日本的民調是非常高的。雖然說中國對日本不管在旅遊啊，或者是這個電影啊，甚至於今天傳出來水產，甚至於牛肉哦，都採取經濟的這種制裁的相關的手段。但是我覺得短時間之內哦，日本的民眾不會感覺到痛。所以說日本會繼續支持高市早苗哈，所以也就是為什麼他現在的支持度哈會高達69%那麼高。我覺得日本你要了解這個民族哈，這個倭寇民族，它就是生長在一個島上面。你看日本這個島有兩個它很大的一個罩門，第一個就是它沒有縱深。我們從上次福島這個核電能事變就看出來，這個國家只要發生一點核能或者一點重大的這種你不要說戰爭了哈，光核能電廠它就發生事變，對它國家就造成很大一個衝擊。第二個，它所有的資源都要來自於從海上運進來，所以它很擔心它的海上運母線被切斷哈。那它也需要向大陸來發展，所以它每一次對外侵略的時候，對外主動攻擊的時候，它都用同樣一句話，叫做日本存亡這個危機事態哈。那你看918事變，他就想要到這個大陸來向大陸來做發展。那之前來講的話，他也是用這句話去用這個當作理由去攻擊這個珍珠港，造成珍珠港事變。為什麼呢？因為他講的就是說，你美軍會不會主動來切斷我的海上運補線？所以我要先攻擊你。當然這次來講，台灣也是面臨同樣的理由。大家不要以為說高市早苗講的話是在幫助我們台灣，不是，他是怕說是台灣一旦被中國控制住以後，它的海上運補線由南往北的運補線會被切斷，所以他才說日本存亡事態哈。所以他是依據這個，不是說是為了幫助台灣怎麼樣，不是。但我們台灣人自己不必往自己臉上貼金了哈。但這也凸顯出我們台灣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性。那像這種島國，很明顯的，它是屬於一種就是說這個非常不安全感，那對周邊國家敵意也非常的重。這也就是為什麼高市早苗到現在為止，一般老百姓還會在支持他哈，因為島國心態就是這樣嘛，他都會主動去攻擊人，你不去招惹他就會先來弄你，因為他還有一個很嚴重的這種不安全感的心態。我覺得高市早苗未來來講，可能有3條路可以走哈。這第一條路就是他把話吞回去，中國叫他把話吞回去，收回去。但是目前看起來哈，他大概高市早苗在民意這麼高強度的支持之下，我認為這條路可能不太容易，也他大概做不到。第二條路就是這個都不講話，保持沉默政策啊，然後等到事情翻頁過去，過了時間以後，看事情會不會自動翻頁過去。我覺得這也不太容易，因為這個中國大陸在這方面來講的話，絕對不會就此罷手，也不會讓他就此翻頁過去，一定要強硬的要他表態，雙方來講也沒有退路。所以高市早苗剩下第3條路，就第3條路繼續誘到底，繼續硬到底。所以為什麼會傳出來說是他可能在12月的某一天突然又去靖國神社，甚至於他有沒有可能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就直接所謂的無核3原則就直接引進核子的武器哈，這有可能，也有可能他恢復他的這種軍國主義的這種就正規的軍隊哈，把他已經
這所謂的自衛隊改成正規軍隊，我覺得可能性是很大的，這個東西大家不要輕忽了。但是你如果說繼續這樣做的話，我覺得中國大陸來講的話，一定會誓不甘休。所以這是中日兩國這個衝突來講的話，可能後面來講，我自己研判會越演越烈，因為雙方目前都沒有台階可以下。好，謝謝3位專家精彩點評，我們稍後休息一下。